明朝的建国皇帝朱元璋，朱老爷子大家都知道吧？这个皇帝呢，在做皇帝之前，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家里条件也不好，饿肚子的时候呢，都要靠城隍庙里城隍爷来收留他，这份党羽。他当过和尚啊，当过流浪汉，一直到后面当了皇帝。朱元璋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他的统治啊，非常的强硬啊，很喜欢杀人。当年明初的4大案啊，非常的恐怖，在于是什么呢？就是明初的4大案，有一个案子叫胡惟庸案，他杀了1万人，你觉得多了吧？但是在郭桓案里面，朱元璋朱老爷子他杀了3万人，整个6部啊，就是整个朝廷的6部杀到后面只剩下3个人了。就朝廷上没有人了。朱元璋他在流落各地的时候，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他常常会去住城隍庙。还有好几次呢，他受到了城隍爷的托梦，说他日后必成大器，会统治江山。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呢，对各地的城隍庙也是特别照顾，还给他们设置了等级。就是城隍庙，它以前只是乡间民间的一个宫庙嘛，那可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一个重视程度，但是从明朝开始呀，城隍爷他的等级就是跟明朝的官员一样了，从县到州到府，他那个官职就跟阳间的官员是一致的。那他还要求当地的官员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们需要在每年的2大鬼节，在当地设置立坛。立坛它有时候是临时搭起来的。在鬼节的时候设置立坛是干嘛用的？就是给城隍爷巡游的时候，中间活动会用到的。怎么用呢？城隍爷巡游的日子来了，然后呢，当地的官员会带领随从啊、道士啊，把城隍爷呢从城隍庙里面请出来，抬着轿子，请他到立坛那边过去。他这一路走的时候呢，非常热闹，但是他们还干一件事，他们会随身带空的棺木，干什么用？沿路收敛没有人收尸的尸骨，有时候呢是白骨，有时候呢是倒闭路边客死他乡的路人或者流浪汉，或者是没有家人不清楚什么情况死去的，有时候呢甚至是刑场被砍头无人收尸的一些死刑犯，他们这一路收。当时呢，他们设置立坛呢，是最终把这些收敛的尸骨啊，放到立坛那边去做法事，有时候可能还会火化。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呢，是由城隍爷出面把亡魂收掉的，让他能够顺利的进地府啊，进阴间，可以有机会再次转世投胎。在上一个视频我们讲过杭州馒头山的这个食人魔的大案子，当时许荣宗几乎把每一个女孩的嘴巴都缝起来了，因为他缝起来其实是怕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在行凶的时候怕孩子喊叫，第二个呢，他就是他这些惨死恨死的女孩到阴间去告阴状。那为什么活人这么怕告阴状？那告阴状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欢迎来到今天的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告阴状，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去城隍庙告阴状。设置立坛的时候，最后法事做完，超度做完，是让城隍爷来收魂的。那为什么会让城隍爷来收魂呢？这里就说到一个城隍庙其实是每一个城市的阴间入口。城隍爷是阴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地府啊，说的地府在人间的办事处啊，他的地府办事处的级别呢还分县长、州长啊，比如说可以理解为县长、市长、省长。它那个级别不一样，最高呢就到了东岳大帝这里了。所以每一个城市的老百姓，他如果去世以后呢，他第一个是先去城隍庙这里报到的，拿到一个通关符文。那么他如果在人世间有冤屈，因为恨死也好，惨死也好，病死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人世间没有给到他公平的，他就会在城隍爷这里进行先行告状。那城隍爷如果接了这个诉状，他就会来审判嘛。那么
告缨状又有哪几种形式？城隍爷是怎么接诉状的呢？历坛它是在每年的2大鬼节的时候办的嘛，那城隍爷在这个时候巡游的，除了当时的官员去沿路收遗骸收孤魂野鬼，帮助他超度的时候呢，他也会开放一个口子，就是城隍爷回来以后，他会在门口先放在那供奉着，可能搬到殿外，或者是回到他那个位置，但是他们会在门口放一个鼓，象征性的鼓，就是击鼓鸣冤的那种形式。然后呢，会在它放3本空白的状子，乡里乡亲也好，或者是当时还飘荡在外面的孤魂野鬼也好，都可以在2大鬼节的时候进行集体诉讼，集体提交诉状。那么如果事出紧急，也可以在平日非城隍爷巡游的时候去告状。那么告状呢有这么几种形式，第一个是死人告活人，第二个呢是活人告活人，还有一个呢活人告死人，反正都是通过城隍爷来的嘛。城隍爷也算第一个办事处的阎王爷，那阎王爷是个职位，它也是分等级的，不是我们理解的说只有一个阎王爷，其实阎王爷是有10个的，最高的那个就是东岳大帝，最小的那个呢就是城隍爷。那城隍爷的等级呢还分，我们刚刚说的还分县长、市长、省长告缨状的3种级别，3种形式，有一种叫活人告活人。其实活人告活人是最为凶险的，也是最为惨烈的，因为有不少人他为了告状，他会直接去自杀，他会以命换命，就是他已经受的冤屈到这种程度了，他觉得阳间无法可解，他会以命换命。传统的文化里面，一旦阴间的诉讼发起，而且被认定你有罪的话，这个人在阳世间所有的福禄寿都会受到影响，会短命啦，会破财啦，会有血光之灾，甚至会恨死，会暴毙，还有一些会延续到他的子孙身上，让他们家世代都不得安宁。所以活人其实也是很怕告缨状的，即便到了现代，我想很多人也是在意的吧。一旦城隍爷他觉得这个案子要接，可以接，他呢不管是谁告谁，反正这个人的魂魄呢一定会被拘到阴府的公堂上进行审问的。那如果被告是活人呢，他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他的魂魄就会被鬼差拘到那个公堂上审问。那么如果他罪名不成立或者是冤枉他的，那不代表每个鬼他告的都是正当的嘛。他如果没有罪，他的魂魄就会回来，不过回来之前呢，公堂之上阴差会让他喝下一碗忘阴水。忘阴水喝了以后，他会忘记他在阴间所看到、所听到、所经历到的一切。当他醒来的时候，只会感觉自己昏昏沉沉，没有精神。那么也有些人可能忘了喝忘阴水，或者说喝了量不多，他回来的时候会依稀记得他在地府的一些经历，甚至公堂之上谁告他告什么罪。在很多的民间传说里面，很多的历史记载、小说志怪里面，甚至在现代社会，还是会有些人在醒来以后回忆他梦境中去过阴府的这么一些记忆。南宋有一个特别有才华又很浪漫的作家，他叫洪迈，他当时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官员，他曾经花60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写了一本书叫《夷坚志》。《夷坚志》在当时的南宋有多受欢迎知道吗？就是有记录说家家户户都有，人人都看过。所以他这60年，你说他是自己主动要去写呢？也不是，他是有别人，他的粉丝不停的催更。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个被催更催了60年的畅销小说作家。这本书呢，也被后人比喻为南宋时期的《山海经》，里面记录了很多光怪陆离的鬼怪故事，也记录了南宋官场的一些荒唐的事情，所以它也被比喻为南宋的官场现形记。洪迈在《夷坚志》的第7卷记录了13个故事，有几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告缨状，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呢，它的故事名叫焚资州序。这个故事呢是这么说的，四川人冯子春，他当时在资州当官的时候呢，他的女婿也是他的手下，他的手下当时还有一个跟了他30年的老兵，老兵也临近快退休了。有一天冯子春让老兵从公库里帮他取一个银盆过来，他们那时候叫公银盆。他在取来的路上呢，碰到了他那个女婿，他的女婿呢把这个银盆拿走了，占为己有。冯子春问起来呢，就说这个银盆是被这个老兵给弄丢了，
自己家的女婿说的话，那肯定是相信自己家的人嘛。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老兵抓起来进行严刑拷打。老兵年纪大了呀，也经受不住这样子的一个刑罚，然后他就被迫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的罪状。然后呢，当时处罚是怎么样呢？就是要给他施以棍刑，就是用棍子打屁股，还要求他赔偿这个营棚的损失。老兵呢，一口气上不来，觉得很受冤屈，被打了棍以后呢，又要他去筹钱，他就用黄纸写了2份诉状，一份呢，他拿到城隍庙门口去烧掉了，一边烧一边哭诉自己的冤屈，一边磕头。然后呢，这个老兵做完这一切，烧完状子以后呢，就直接在城隍庙门口吊死了。他吊死的前还在自己的腰间把第2份状子绑着，他要带着这份状子下阴间以命换命。但是呢，这一年好像冯子村跟他的女婿都没啥事，大家也就渐渐的忘了这件事情了。冯子村在1年后，他升官去果州当官。他在去的路上啊，大白天看到这个老兵突然出现在他的一旁，他感到非常的惊愕，就问：你1年前不是死了吗？这老兵拱手作揖，他说：我去东岳大帝那里告状去，然后呢，今天轮到审问，大帝让我和鬼差一起把你的女婿带走，去堂上对质。他当时非常的惊讶，而且很愕然，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但是他刚想问第2句话的时候，这个老兵就嗖的一下消失不见了。然后他就百思不得其解嘛。但是在当天午后，他的女婿突然暴病而亡。然后呢，再过了7天，冯子村也死了。当时凤州通判呢有个郭公，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去鄂州出差的时候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洪迈的侄孙。洪迈的侄孙呢，又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洪迈。洪迈听说了这件奇事以后呢，也就记录下来了，就放在《夷坚志》里面。再说一个活人告死人的故事，它来自于清朝的一本志怪小说，它叫《麻油集》，作者呢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朱义清。朱义清这个人啊，一直考科举考不上，后来呢就是寄情乡野，自己开了一个馆子，模仿蒲松龄，也开始写这一类故事。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所记录的事情基本上都发生在他的家乡和他周边不远的地方。他就是浙江湖州人，所以他记录的故事呢，基本上都是在浙江江苏这一片，相对也具备一定的真实性，而且很多事情甚至是他亲身经历的。朱义清记的这个活人告死人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乡，他的村子里。他本身姓朱嘛，他这个村子大多数人也姓朱。他们的村子呢，有一位朱老先生，老婆死得早，也没有儿子，他就只有一个女儿，他也没有续弦。他这个女儿在16岁那一年啊，就是有一天晚上他正要睡觉，那个古时候的女人的床，它就是闺房，闺房里面又有一个床，这个床其实就像个小屋子一样，所以他拉上那个围帘，正准备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书生把他的床帘拉开来了，他就想叫啊，他叫不了，然后这个书生就趴到他身上，他想叫的时候呢，为什么叫不了？因为这个鬼书生的舌头啊伸到他的嘴巴里去了，然后他就想起来也起不了，他就感觉浑身都被这个鬼书生的手脚压制住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变得疯疯癫癫，就是有时候哭，有时候叫，有时候突然就鬼哭狼嚎。然后呢，他还会有一些比较荒唐的举止，就是他突然就会把自己衣服给脱了，或者衣冠不整，满大街满村子的跑，让人家不忍直视，就感觉就像撞了鬼，被鬼附身一样。然后朱先生就找了周边很多的道士，去庙里啊也好，找道士驱法也好，做法事也好，但这女儿就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当时乡人跟他讲，他说治鬼啊还是要去找城隍爷，城隍爷他是治鬼是最好的，如果你能找到东岳大帝管的那个城隍爷就更好了。但是湖州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它距离都城还是比较远的嘛，所以我想他大概是去了省里的城隍庙，他就连夜赶去了，在城隍爷面前烧了状纸，诉说了这女儿的经历，要求城隍爷管管，他觉得城隍爷怎么鬼都没管好，来叨扰老百姓。然后他烧完那个状纸就往回家赶，他生怕女儿再出什么事。
往回家赶到女儿的闺房门口的时候，发现女儿坐在床边，对着窗外跟他说：阿爹，你看那个书生被人抓走了，镣铐带着哭哭啼啼的走呢。然后他往窗外一看，什么都没有看到，让女儿可以看，就问他：你跟我说说那个书生长什么样？这女孩子突然脸一红，就害羞了。然后他再问他的时候，他就像那一会儿就从梦里醒来的那种感觉，如梦方醒，然后眼泪都流下来，说：阿爹，我回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女儿就恢复正常。这个故事呢，被朱义清记录在《蛮游记》里，据说是发生在嘉庆年间。朱义清是道光人嘛，那有些人会说，那有时候土地爷也可以告的嘛。那土地爷在这个等级里是什么呢？明清时间的一个州府县府州，大家可能会有点迷糊啊，不知道。那我们如果把它对应到现代呢，你就可以理解了是什么，就是土地公他其实是一个调解。村里总是有和事佬可以起调解的，有一定权威的长辈会给你调解两家的矛盾什么的，对吧？这是调解委员会。土地公处理不了的事情呢，就可以去城隍庙告了。那城隍庙的等级是什么呢？县级的城隍庙这个城市呢，那它就是地方法院，你可以理解成地方法院，对不对？那你在市级里面告呢，就是说到了州府的这个城隍庙了，它就是高等法院。那么高等法院也不行，再往上走是哪里？就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呢，就是省城了，或者说是一个国家下面比较大的一部分地方了。但是最高等级在哪里？最高等级就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谁？我们平常常说的阎王爷。阎王爷其实在各个地区它是有不同等级的。最高等级的阎王爷，你可以理解成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它基本就是整个阴府的最高统领。所以如果告状能够直接告到东岳大帝的城隍庙，那基本上他又能接的话，这案子马上就能破，因为他的权限在哪里呢？他是统领天下亡魂的。东岳大帝他不仅管这个世间所有的亡魂、魂魄、灵体，他还管一件事，就是人在阳间的寿命和他的福禄，他是东岳大帝给你分配的。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告阴状输了以后，他的民间的阳寿啊，他的年间的福禄啊，到子孙的那些寿命啊、疾病啊，都会受他影响啊。那么我刚刚说的都是古代的故事，你可以就是说，那不就是传说嘛？传说也不一定作数的。那我们现代人可能离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已经很远了。但你觉得现代人会不信告阴状吗？那不一定。再来说一个现代告阴状的故事，它发生在民国95年，也就是2006年。台湾有个非常出名的城隍庙，叫嘉义中寮的安溪城隍庙。这个城隍庙有200-300年的历史，最早呢是乾隆期间建的，而且这个城隍爷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穿龙袍的。你很少可以见到能穿龙袍的城隍爷，因为城隍爷他毕竟是官员嘛。然后那一天呢，这个城隍庙的庙前正在做一场法事，叫做八掌溪冤魂超度的大典。然后这个大典这个法事正在做的过程中，突然雷声大动，有一个现代的女人，姓陈的，从这2年刚刚从外地宜兰嫁到这个村子的，她突然跪下说有冤屈要告。她替谁告呢？她替一个100年前在八掌溪被凌虐致死的男性冤魂告状。她当时写了一封诉状，这个诉状是这个女子用自己的血写的，所以当时的媒体记录这件新闻的时候管它叫泣血状，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他在状纸里说100年前八掌溪对岸有个村民，这个男人呢，他想吃夜宵，他就想游过八掌溪去抓只鸟来下夜宵，但是呢被蹲守的村民发现，觉得他是来偷鱼的。当时2个村子的积怨很重他们就说他是过来偷鱼的，然后把他进行一顿的打，从晚上9点一直把他虐到早上的凌晨4点。到后来4点的时候，这个男的死了，而且他的死状非常凄惨。他被那些村民打死以后呢，就尸首就是头跟身体都是分离掉的。然后呢，这个事情里面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甚至他的尸身都找不回来。他这100年里面他跟各种神灵都去告过状，没有用，说无能为力，法不责众嘛。后
后来一直到这个女孩从外地嫁进来的时候，他就连续几天给她托梦，跟她讲，我有这个冤屈，你要帮我告状，你要去哪里告啊？你要去城隍爷那里告，因为安溪的城隍庙呢效果最好，但是她告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告不了。这个女孩在控诉这个案子的时候，递交诉状的时候，当时就是本来很晴朗的天空就一直打雷，而且这雷电就很红的那种。当时现场的那些信众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然后大家就想，这个女孩是怎么知道100年前在这个巴掌溪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连巴掌溪当地的后辈她都不清楚，就是当年参与这件事情的人都悄悄的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大家心里大概率是知道这个事情很惨，自己做得很过分，没有人提。一个从外地过来的女孩没有多久就被托梦知道了这件事情，还在城隍庙里这里进行控诉。那么当时城隍爷是怎么处理呢？这是发生在现代呀。台湾是有个乩童文化的，是吧？基本上很多宫庙它都会有一个代理人，就是当时城隍爷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据他们当地的人说，当时现场就是城隍爷他就附身到了这个乩童身上，他接过了那个气血状，情绪非常激烈，就是这个城隍爷有点义愤填膺了嘛，他拿这个气血状说要这个女的带他们去现场看一下，因为100年来那边的地理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巴掌溪还是巴掌溪。这女孩没有任何在这里生活经历的前提下，就带他们去了那个她之前没有去过的那个当年施暴的这个地方，跟她指出她在哪里被打死，她的尸首呢又不见了，连不起来，然后当时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造型，有哪些人参与了。然后大家就非常震惊，大家都知道那个姑娘刚来嘛，她应该是不知道100年前发生的这么细碎的事情。然后城隍爷看完了整个描述的过程以后呢，就要审判了，但是当事人基本上都死了呀。然后呢，当时城隍爷他说今天的现场所有当年你的长辈参与过这个案子人的后代全部跪下来，还要求他们把周边还在的那些子孙全部叫过来，当场跪下，每个人拿清香磕头认罪，以获取亡魂的谅解。然后呢，城隍爷他又附身在乩童身上做法事，用法力把他的尸身给接回去，这应该是一种刑嘛，然后再接这个亡魂重新转世投胎，你不能在这里继续飘荡下去，因为这种冤气怨念不除，你是没有办法再转世的嘛。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就这么结束了。当时现场是有民俗家的，他把这个事情呢称之为台湾民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因为高英状这个事情大家一直都是说的，但是发生在这么多信众面前，发生在这么一个现场的事情，气血状描述100年前的事情，还是个外乡人描述，然后城隍爷又能够附身到乩童上面指挥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冤案给了了。在你的家乡，有人会在城隍庙前高音状吗？有发生过这一类的故事和传说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描述你的所见所闻。我是青丘档案馆馆长小杜。